一个年过半百的人究竟会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呢？是成为地方首富，还是业界顶尖？而比起这个自己造装甲车势必要铲平一座城镇的人来说，这些都不值得一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离谱区 UP 主正正。大家在平时有没有见到过老实人发飙的事情呢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老实人是不会主动去招惹是非的，但这并不代表做人没有原则。一旦触及到了个人底线，那后果可能会相当的严重。曾经在美国有个小老板，在遭受当地政府领导和大型企业排挤后，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决定不再逆来顺受，要开启恐怖的复仇计划，那就是铲平整座城镇。最终，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而对于他的争议就一直没有断过，有人尊称他为民间英雄，也有人认为他是暴徒。那究竟为何事态会发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惊为天人的复仇故事。2006年，53岁的马文海麦耶一跃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。1951年出生的他，住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格兰比镇。10几年前，他刚刚搬到这里的时候，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投靠。但好在马文做事认真踏实，凭借高超的焊接和修理消声器的好手艺，开了一家修理店，生意也是非常的好。据邻里所述，这个马文平时和气待人，很好相处，一直都挺讲道理的。不过，美好的生活很快就被搅乱了。在1992年，马文以$42,000的价格买下了店铺所在的0.8公顷土地。他幻想着可以扩大自己的修理店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但好日子没过几年，马文和政府之间的拉锯战就渐渐开始了。起初，政府计划要在他的土地附近建造一座大型混凝土工厂，这对于马文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。因为这样一来，自己的店铺就完全被挡住了，他和顾客都无法从街道直接进入店里，势必会流失大量的顾客。政府也和马文协商过，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就以$25万的价格把土地出售给混凝土厂。但不知怎么的，协商无果。有人透露说，是因为马文太贪心了，25万的价格已经是翻了好几倍，完全可以够他换个地方重新开店。据说后来他还把价格提到了$37.5万，甚至扬言再要$100万，自己才可以放弃这片土地。所以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谈拢。事情一晃到了2001年，政府也放弃了与马文打交道了，直接批准了建设混凝土工厂的决定。马文知道此事后暴跳如雷，立马提出了上诉，声称这严重阻碍了自己的业务，请求重新规划建厂的土地范围。但他的上诉多次被驳回。不仅如此，马文的店面也开始收到数不清的罚款，比如污水处理不当、垃圾车违规停放等等。此时的马文很清楚自己是被针对了，而最让他受不了的是，他被告知修理店的排污管道没有合法连接到下水道，但如果要乖乖照做的话，马文还得必须经过混凝土工厂的土地才能办到。这下两家都结下了梁子了，对方是肯定不会允许的。更何况这还不能马文自己改造，通通都要按照政府的规定来，所需要的开支还远远超过了马文的预算。看来在这节骨眼上，各个方面都谈不拢了。但人家可是政府，有的是法子让你坚持不下来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这肯定是一局死棋的时候，混凝土工厂的老板突然站了出来，这很明显是有人罩着他。既然马文不肯卖掉这块地，那谁都别想继续经营过安生的日子。听到这里，压死马文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。政府一纸文书叫停了修理店的经营许可，马文瞬间陷入困境。但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的马文不想再理智下去了，他很生气，不想自己的生活就这样被糟蹋，于是开始盘算着他的惊天复仇计划。其实之前为了解决混凝土工厂挡路的问题，马文还购买过一台推土机，想着能用它来开辟一条通往商店的新路，但政府并没有批准，所以就搁置了。然而被激怒的马文想起来自己有这么个大家伙，或许可以好好的改造一番，干一票大的。在实施改造之前，马文就把自己的业务全部外包给了别的公司，又把值钱的东西都卖了，所获得的利益全部都用来支持自己的改造计划。马文使用的推土机型号是日本小松牌的 D355A-3，他在初始的基础上额外加装了临时装甲，覆盖了驾驶舱、发动机和部分履带。在一些关键的地方，车辆的装甲厚度甚至达到了30厘米，根本就不用担心会受到小型武器和炸药的破坏，妥妥的一辆简易装甲车。不仅如此，马文在驾驶舱内部还安装了监视器，连接到了装甲推土机外面的摄像头上。更过分的是，这些摄像头都被8厘米厚的防弹塑料包裹了起来，确保不会被警察的枪射坏。除此之外，马文在驾驶舱内还安装了空调和风扇等一系列舒适系统，避免过热。在推土装甲车外头，马文还设计了3个枪口，
并配备了 0.5 口径的步枪、0.308 口径的半自动步枪和 0.22 口径的长步枪。好家伙，吃鸡都不敢这么玩。不过这一套设备里面有一个大 bug， 那就是装甲部分必须使用他建造的定制起重机才能坐进推土机里面，所以这就意味着一旦马文进入里面后就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。看来这次的复仇计划就相当于自杀之旅，他压根就没想过出来。在精心筹备了大概1年半时间之后，装甲推土机总算是完成了。在行动结束之前，马文列出了一张他要袭击的建筑物人物的名单，还录制了3段语音解释自己发动袭击的原因。在袭击前，马文将这些录音发给了远在南达科他州的兄弟。录音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：我想上帝会保佑我完成任务，因为这是我的责任。上帝为了这份工作而创造了我，所以这些是我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。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是：我总是愿意讲道理，直到我不得不变得不讲理。有时理智的人也必须要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2006年6月4日，这是马文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场狂欢。他爬进改造完的装甲推土机里面，出发前往格兰比镇。一路上，他直接碾过了自己的商店，驶入对面的混凝土厂。到了城镇当中，马文的第一目标就是摧毁市政厅，然后是曾经多次批评自己的报纸所在的办公楼，以及前市长的住所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，所有认为他做错的人、搞砸他生活的人都要付出代价，这其中还包括了在上述中反对他的人。马文通通要把他们的房产推平。就这样，袭击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07分钟。马文几乎横扫了整个城镇，破坏了至少13栋建筑物，杀伤力极大。但好就好在没有任何人在这场灾难当中受伤。但是无辜的居民们早就听到了巨大的响声，都通通撤了出去，惊魂未定。而最让人恐慌的就是连天然气都被马文推断了。州长甚至已经授权了国民警卫队，要求在必要的时候使用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反坦克导弹进行反击。然而一路上马文横冲直撞，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，他毫不留情地摧毁沿路的建筑物、车辆。让人后怕的是，就在马文到达几分钟之前，镇上的一家图书馆里面还正在举行活动，聚集了不少儿童。好在警方及时通知疏散了人群，马文到达的时候已经空无一人。在此次袭击当中，警方多次试图摧毁马文驾驶的装甲车，但他们还是小看了他的实力。这个装甲推土机几乎能够抵挡所有小型武器的火力，就算是炸药和炮弹也无法阻碍马文前进的脚步。在慌乱之中，警方试图找到装甲上的弱点，比如先摧毁摄像头什么的，但是有了防弹塑料的加持，也丝毫是纹丝不动。副警长格伦甚至直接爬到了装甲上面，想扔一个闪光弹进去，但马文设计的密不透风，根本就没有缺口。反正全程就像是拍动作大片一样，场面一片混乱。最终，就当马文试图破坏一家5金店时，履带被卡在了地下室，动弹不得。再加上散热器已经出现了故障，意味着这场闹剧注定就要画上句号了。当警方试图爬上这个大家伙，把马文给揪出来的时候，只听见里面传来了一声枪声，马文开枪自杀了。这场事故给格兰比镇带来了700万美元的损失，但好在附近居民迅速被撤离，除了马文之外，没有市民为此丧命。然而，警方在处理这个装甲大家伙的时候，用切割机整整花了12个小时才打开了一个缺口，而马文则安静地死在驾驶座上。事后，警方了解到，这些被摧毁的建筑物大多都是与马文有过恩怨的。与此同时，马文的兄弟收到录音之后又联系不上他，立马就知道出事了，于是把录音上交给了 FBI。 警方也在马文家车库当中找到了重要的证据，比如改装装甲推土机的笔记、剩余的材料等等。后来在录音当中，警方还得知，在这1年半的改造期间，马文甚至都没有故意藏着掖着，有几个镇上的人还看到车库里面正在改装的推土机，但他们都没有发现端倪。为此，马文更加得意了，马不停蹄的准备给所有人一个大惊喜。当复仇大战尘埃落定之后，州政府决定把这个大家伙给拆了，当做废品卖掉。然而这台装甲推土机却在一部分人的眼里被贴上了勇气的标签，他们还把马文尊称为英雄，是反抗有钱有势人群的标杆人物。追随者们还声称，马文在袭击当中并没有想过伤害任何人，但真相真的是这样吗？要知道，这台装甲推土机的威力可不容小觑，没有市民伤亡并不是马文手下留情，而是运气好。因为如果这个大家伙破裂并爆炸，那周围半径800米内的任何生命都会受到威胁，其中包括了警察、老年社区和儿童。如果盲目追捧一个把他人生命置于不顾的榜样，是不是还会发生更多的暴行和悲剧呢？除此之外，也有人说马文是一个陷入困境的人，生活中的不顺心已经让他陷入了仇恨的怪圈，他只想选择用暴力结束这一切，包括自己的生命。当他把多年来的恩怨全部释放出来后，已经没有活下去的意义了，因此他想以自己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。
总之，这是一个老实人被逼疯的真实案例，再怎么争辩已经都没有意义了。反抗本无罪，但马文却选择了最极端的反抗方式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，当生活被推向边缘，再理智的人也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。也许他想向世人证明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吧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你们觉得马文是英雄还是暴徒呢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